同學們早安，來上課嘍！今天老師不考試，先不要緊張，我們要來上一堂有關各位身家財產的詐騙求生指南。好了，大家專心聽哦，我們馬上開始。好，那首先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主題：這世代的日常問候。老師，我發現了詐騙這件事情已經徹徹底底改變了我們年輕人的生活了。來，各位請看一下這張投影片，你看看以前我們起床3件事：刷牙、洗臉、吃早餐，多單純吶，對不對？那現在呢？刷牙、洗臉，然後打開手機回報詐騙簡訊。說真的，這是不是已經變成各位的肌肉記憶了？承認。就像這張投影片說的我跟你講，這句話完全就是我的心聲。我這輩子收過最多的關心，不是我家人，也不是你們這些學生，是柬埔寨的人資。他們真的比我媽還關心我缺不缺錢，你說荒不荒謬？好了，接下來讓我們進入今天課程的重頭戲——荒謬詐騙大賞。老師帶大家來看一下現在的詐騙手法到底可以多有創意、多離奇。OK， 首先我們要頒發的是最佳劇本獎。得獎的是感情詐騙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殺豬盤。這個其實就跟你們在網絡上打遊戲隨便交個網公網婆一樣，你根本不知道螢幕對面是不是一個正在摳腳的大叔。這張投影片就非常精闢了。你以為他對你深情款款地說，這輩子我只想要你的心，結果呢，他心裡想的是，這輩子我只想要你的手機驗證碼。同學，醒醒啊！再來，這個也很經典，對方會用很戲劇化的口吻跟你說，我是一個在戰火連天的敘利亞服務的聯合國將軍。哇，聽起來是不是很偉大、很淒美，讓人忍不住就好想捐錢給他？結果呢，下一張投影片，答案揭曉。老師，我幫你查了一下他的 IP 位置，同學，他在台中大里啦。這就跟有同學跟我說作業忘在家裡，結果我一看，明明就在書包裡一樣，又夠離譜。還有那個網購詐騙，說什麼你被誤設成分期付款。我有一個學生接到電話，他不但沒生氣，他還很感動。他跟我分享這句名言，他說他最驚訝的不是有12筆分期，而是詐騙集團竟然這麼看得起他，覺得他買得起這12樣東西。這真的是一種悲傷的自信啊！好了，同學，傳統的詐騙看完了，我們來點進階的。隨着科技越來越進步，詐騙也跟着升級了。現在已經是 AI 的時代了。你想想看現在有 AI 換臉、聲音模仿，所以下次你媽打視訊電話給你，可能第一句話不是問你吃飽沒，而是先跟你對個暗號，像是天王蓋地虎。這時候你千萬不要傻傻的回答寶塔鎮河妖。這樣就直接暴露你還活在上個世紀了。你看投影片上一個大大的叉叉，答錯了。那你媽真正的暗號是什麼？是這個？錯，暗號是你上次考數學不及格是幾分？這個問題只有真正的你跟你媽才知道答案， AI 絕對算不出來。雖然詐騙很猖獗，但大家別擔心，我們台灣有我們自己的防詐神器，這絕對是我們的台灣之光。讓我們來看看是哪2樣。沒錯，就是這2大神器。第一，超商店員，我們的第一線守護神；還有第二，我們每個人內建的人體口音偵測儀。各位一定在超商看過這個場景吧？店員一邊忙着泡咖啡結賬，一邊還要分心對着那個在講電話的阿嬷大喊，阿嬷，那個不是檢察官，那個是騙子啦，是不是很感人？他們才是真正的守護者。好，那第2個神器就是我們的耳朵。來，老師的國文小教室開課嘍。在台灣，我們說我和你，但詐騙集團的口音通常會說成我和你，光是這一個字就能立刻分辨出是敵是友。好了，課程的最後，老師要給大家一些課後提醒。這部分很重要，大家專心聽，不要打瞌睡哦。說到底所有的詐騙手法真的萬變不離其中，都是利用了人性的2大弱點，一個是貪婪，另一個就是寂寞。想要賺快錢或是渴望被愛就特別容易掉進陷阱裡。所以，請各位
把這句話刻在心裡，記起來。如果是真的好康，通常輪不到我們啦。如果是真的愛情，對方通常不會只想要你的驗證碼。記住這個原則，就能避開90%的詐騙。好啦，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，留給各位最後一個問題，回去好好想一想，你遇到的是真的愛情，還是對方只是想要你的驗證碼？想清楚咯。好，下課。